男嘉宾小芳，31岁，来自湖北，个体。来，有请小芳，有请。女嘉宾小李，30岁，同样来自湖北，网店店主。来，有请小李，有请。欢迎两位哈。结婚多久？快3年了。在小片里，小芳说过她想挽留你，那我想知道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要么就是爽爽快快的分开，要么就是彻彻底底的改变吧。因为如果按照目前的状况的话，我是没办法和他走下去的。谈恋爱谈了多久啊？谈了4年。而且一直是异地恋是吧？因为刚开始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家里面父母以及亲朋好友，包括我的好朋友都是反对的。因为本来刚开始，我爸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是他还有我们几个朋友，我们一起，我把他们叫到我家来一起吃个饭，然后打算看看世界杯吧。本来正常情况，我爸爸应该是晚上11、12点才会回来的，谁知道那天突然提前了。然后我爸一回来就看到他们都喝醉了，然后他抱着垃圾桶在那吐，然后另外2个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一个球星的名字还是干嘛，就在那骂起来了。然后第2天我爸就非常愤怒给我打电话，第1句话问了，就说你说跟你谈恋爱的那小子是不是这3个其中一个？我说是的，我说就那个抱着桶在吐的那个。然后我爸说你以后不要跟他们来往，素质太低了，乌合之众。我爸说，然后我就说那不行，我非要跟他在一起，就这样。然后后来我爸爸可能是为了考验我们的感情，或者说考验他吧，就把他弄到外地去工作了。然后工作了3年多，也是通过他的各方面的一些努力吧，然后我爸爸觉得他对我是真心的然后就同意我们在一起了。他做什么工作呀？就是联通或者是电信之类的那种基站的维修以及维护，都是算是有一点高危的工作吧。而且非常苦，然后也工资非常低，但是他就这样坚持下来了。呀，你老爸够厉害。不管怎么说啊，最后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是吧？对。赢取了岳父的信任，是这意思吧？但是实际上你们俩就没怎么谈吗？他不是去外地了吗？对。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真正谈过恋爱？在没有去外地工作之前嘛。那是多久啊？差不多也有大半年了。你们就用半年的恋爱，然后熬过了3年的思念，是吧？对。走在一起的。你们在一起就说他工作就调回来了，是吗？对。就是我们是14年1月份领证的。领证了之后3月份他才正式调回来。调回来以后怎么样？调回来之后就整段垮掉了呗。从结束异地恋到你们俩在一起，反而感情垮掉了。对。发生了什么呀？我从外地调过来之后，根据工作的需要，只能在维护部工作，只能晚上12点钟以后去工作。就在大家休息以后再去维修。他对我说，你长期这样的工作，我们2个人肯定是不可能的。然后就把这个工作辞掉了。所以你为了这段婚姻，其实辞了工作，对不对？是的。后来呢？后来辞了工作之后，毕竟2个人要一起做点什么嘛。然后就2个人一起开网店。开网店的途中，就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然后就问题矛盾就全部出来了。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可能回家总是忘记换鞋，然后就走进去了，然后他就跟我一次又一次的说小事儿还有就是我在家里有垃圾桶，我不丢在垃圾桶里，我就可能丢在垃圾桶旁边然后他就会把我喊过去，告诉我，这个垃圾桶就在这里，为什么要把垃圾丢在外面？都是些生活上的琐事。我会把这生活中的一些琐事，然后讲给别人听嘛。讲给谁听？讲给一个女生。讲给一个女生听？他的前女友。前女友。而且我还发现他在刚刚和我谈恋爱的时候，他还在那个女生的空间里面留言说，我想你的时候，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但那个时候他和我就是刚刚开始那个阶段，反正当时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很接受不了了。你是怎么了解到他跟他的前女友
还有交流。说来也很巧，其实我平时是个非常大大咧咧的人，我平时高跟鞋都不穿的，然后我也从来不会去看他的手机之类的这些，然后那一段时间他常常都很晚才回来，或者是很晚回来了之后又出去，然后他每天接的电话、回的短信次数也非常多，半夜1、2点钟还会回人家的微信干嘛的。然后那天是突然就想去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谁知道一看就被我看到他和人家的 QQ 留言，而且是他非常主动的，连续好多天，天天就在 QQ 上面扣人家，就问人家在不在啊，回来没有啊，然后干嘛干嘛的。这个我想说一下，每天我会呼叫那个人，那个时候其实是我经济上面有点困难，那个女生差我有一笔钱，但是我一直都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找她要。因为我跟那个女生怎么说，就说跟她说我生活过得不好，也是那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了，可能这个事情在她心目中就一直都不能释怀。我只要是晚上可能会有一个短信啊，或者是手机响了之后，她就会用那种很怀疑我的眼神去看我。时间长了之后，我就会在平时生活中，我就会很晚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透不过气，我就会出去转一下，我就会选择逃避他吧。你什么时候发现他跟他前女友聊天的？应该是在我们结婚半年多之后吧。刚才男生说了，说那段时间你们的经济不是特别好，是吧？那你们在结婚半年之后，家里面经济确实发生了大的变化吗？是的，因为他投资出现一些问题吧。主要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那个工作有一个新的计划吧，就是我打算自己开店。然后你们俩等于一结婚，2个人同时都失业，所以呢这件事我们就对上了，对吧？是婚后半年，男方投资失败，所以他找前女友去要钱，这是你的解释。你的理解是什么？我们不用去问了。他表示质疑，对不对？不相信这个。那又有多久之后，你所谓的这个倾诉，你什么时候又发现他开始晚上的电话比较频，这个微信比较多，然后回了家还出去转？因为当时这个事情出现之后，然后我爸爸就赶过来跟我们协调这个事情，一直到第2天清晨早上。然后本来协调完了之后，大概过了2、3天之后吧，他就还原了，就一切如旧，然后一直持续到16年。我每一天的电话，本来开始是不会调成静音的，他不一定就是非要来短信，或者是某一个 APP 它更新了也会来消息，然后每一次响的时候，我心里就会，到后面我回家了，我就会调成静音，因为他的那种迟疑的眼神让我在家里挺难受的。就是不相信吧。我就是错过一次，我承认我。你错了1次吗？他在那之后，他还跟他其他的女朋友，另外一个前女友的好朋友又有联系，然后去要那个好朋友去约他的那个前女友出来见面。有过吗？而且还不是那个前女友，是另外一个前女友。是吗？有。为什么？因为他通过那个朋友说，很多年没见了，就是单纯的是见一面，就是这么简单。这事儿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翻我手机吧。也是看手机。我真的，我发誓，我一共就看过2次，2次就被我看到这儿，然后我就再不想看了。我觉得我看1次就是1次，我就再不想看。所以想象起来就会非常的可怕，对不对？对。这个现在男生的资料里面写的是个体，你在做什么？跟他一起打理网店嘛。你自己不做事情？我要做事情，他不让我出去啊。为什么？他天天守着我，只要我坐在身旁，他就安心了。是还是不是？是，但是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本来之前他说想做自己想做什么事情，然后我是全力的去支持了，但是后来他失败了之后也导致我们家里面的经济出现很大的一个断层，然后现在我可以说就是说我的一切的努力，也就是在努力的想要去填补这个坑，
然后我觉得我有2方面的想法吧，一方面我觉得既然有这个坑在这儿，我觉得你应该要和我一起来去填这个坑。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后来我家里面发生一些事情，我爸爸突然去世了。你父亲去世了？对。哪年？16年7月份。什么原因？大动脉夹层。也是跟喝酒、高血压有关的。然后突然就去世了，我非常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因为我从小到大对我父亲是非常依赖的。本来这个时候我非常的难过，我也跟他讲了，我说我希望你哪怕你就是坐在我身边，你看着我，让我可以感觉到你，我也会不会那么痛苦。但是他还是依然每天都往外面跑。他说他在家里面感到窒息。我说说实话，我知道我现在我没办法给你提供什么正能量，让你觉得开心，因为我所有的快乐都跟着我的爸爸走了。我说，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忍一下，你就陪陪我。但是他不，他会找各种理由出去，比如说他说。他老婆，我出去给你弄点吃的，然后一弄就从早上8、9点一直到晚上11、12点，然后才回来。而且回来的时候可能都压根没有给我带吃的。然后那段时间我们就天天吵架，甚至于到打，就是互相打的程度。每次跟他买东西吃都会是什么情况？我问他你想吃什么？我不知道，然后我就会问他你不想吃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会做很多东西给他，让他去选。他比如说今天心情好，我买的东西或者是我做的东西对上他的心情了，今天整一天可能我都会过得比较好。如果说我有哪句话或者是什么事情做到不称他的心意，我那一天就随着他的心情。好，刚才在他落泪的同时，其实我看你也掉泪了。他的眼泪可能是为父亲的离开而哭，你的眼泪是为什么？我的岳父对我来说也算半个父亲，每次来解决我们两个人的问题，都是把我当半个儿子一样。就说男人多担当一下。其实我也知道，他是说。我的女孩是什么脾气，她非常清楚，要我去，我能去包容她，但是我可能做了一些挺糊涂的事情。你指的糊涂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跟别的女生纠缠不清，说白了就是在别人身上找安慰吧。这个我很清楚，为什么知道还要去做？就是因为他平时对我生活中的认可太少了，因为有的时候甚至他吵我的时候，我像个小孩子一样站在门口，我手指，他就坐在那里信誓旦旦的吵我，说你这个做的不对，那个做的不对。我说我要怎么做你才我满意呢？不知道。其实听到这儿大概是有一些脉络，基本清楚了啊。谁能够明确的告诉我？在你们婚礼前1个月的时候，你们曾经到民政部门要求离婚，这个要求离婚是谁提出来的？是我。为什么？我们14年1月3号的时候领证的，然后当时定的酒席是在14年的10月3号。从领证之后，我们就是到办酒席，还有一段时间需要准备很多东西嘛，包括拍婚纱照啊。还有什么礼服啊，这些婚庆啊之类的事情，这些事情他一件都没有去操过心。我不说办了，就操心都没操过，连礼服全部都是我选的。然后他，并且每天他就是打游戏。本来之前是他带我玩这个游戏的，这个玩个游戏他都可以顶正到什么程度？说有王斌我。什么？他说的话，我觉得伤到我自尊了。然后后面我就会恶补这个游戏。后来怎么又结了呢？不是要去离吗？谁劝阻的你们？就是当时帮我们做婚庆的那个策划师，我后来才知道是他跟人家发消息，
人家才打电话来跟我说，就说要约我们那天，我们本来都已经在去民政局的路上了。也就是说，他同意跟你去民政局，但是你做的功课是找别人来劝阻你，对，然后别人就把你劝下了，你就勉强跟他结婚了，是吧？是。你父亲去世之前，你们俩有冲突，父亲帮你们摆平。是的。等于你父亲离开之后，你们俩出现矛盾，你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今天是妈妈也来了，对吗？对。来，我们有请女方的母亲，来有请。来，您一直都在听是吧？对。你怎么看待他们这段婚姻啊？我觉得他们的2个人的问题很大，负面的情绪有很多。我女儿啊，任性，有很多公主病，并且呢很偏执，做事也不计后果，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压力。女儿，我呢希望你是一支点石成金的妙笔，其实我更希望你是一支温婉、可爱、快乐、和润的小蜻蜓。我在说我的女婿吧，我女婿呢，可能他的思想有一些懒散，跟不上我女儿的脚步，但是呢，我觉得呢，就说他们恋爱3、4年，结婚已经整整3年了，我认为他们应该还是相爱的，他们还是有爱的。这是我希望，他们能够牵手回去，平淡、健康的过你们的小日子，就 OK 了。好，谢谢啊，谢谢您来，请回。今天不管是什么结果，你们双方都能接受，对吗？对。老师们下面给你们提供的都是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我希望你们能听这些意见，不急于做决定，先听意见，好吗？可以让他把这双鞋子脱掉。为什么？我受不了。啊。我从来都不。那你把它脱了吗？他还挺关心他，是吧？来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杨老师。我们说相由心生，曲总比你大1轮吧，他比你看起来年轻很多。对。所以可想你这些年，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婚姻、你的爱情，给你带来的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倒退，可能你们的最初，用丈母娘的话说，你们有感情基础，但是到今天来看，纠纠缠缠这么多年，你们收获的只有痛苦。你刚才说父亲离世的时候，我快哭了，因为我跟你有类似的经历。当年我父亲过世的时候，办葬礼，我站在我父亲身边，我看到我孩子的父亲远远地站在人群中，他没有过来，他没有在我最痛苦时候陪在我的身边。我在想，他一点都不在乎我。后来过了很多年，我在反复想我父亲葬礼的每一个细节，我才开始理解。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刚生孩子，小孩嗷嗷待哺，我是一个几乎要崩溃的妈妈，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国外带孩子，没有人帮。我回国没有工作，我的生活陷入完全的困顿。我的父亲，我最爱的父亲离世。其实那个时候我是歇斯底里的，我是疯了的。你也一样，你最爱的爸爸离开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孩子的父亲远远地看着我。我现在想起来，那个远远的注视是有爱的，但他怕，他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么强烈的东西，我给他的。我后来过去好多年在反复思考每一个细节。我的父亲他的棺木放进那个火化的时候，我是痛哭的，但我忘了我痛哭时候什么样子。我很多年才回忆起来，是我孩子的父亲紧紧抱着我，什么都没有说。
他紧紧地抱着我，我一直哭，哭了多久我都不知道。这个细节我是很多年以后才想起来。所以我知道你那个时候的痛，我也知道你那个时候的怕，我经历过。我一直非常欣赏一句话说，婚姻中，爱如空气。空气是什么？没有它不能活。但是有它的时候，有时候会忽略掉。我们这份爱给对方带来的是健康，是自由的呼吸，还是窒息？非常遗憾，你们的爱是窒息的。所以，把我们的空气给对的人吧，把我们的爱给轻松的爱情吧。祝福你们拥有更加幸福的人生。谢谢。好，谢谢严老师。曲总。女孩问你个问题，在遇到他之前，或者说到现在为止，你心目中最伟大的那个男人的形象是谁？是的，肯定是你的父亲。你曾经是不是有过这样的心理动机？你试图找一个男人像你爸爸一样，不能说超过他，至少是在你爸爸不在之后，能有像你父亲一样的男人在你身边。我以前小的时候，其实我爸爸经常会跟我爸闹别扭，然后我还记得我当着我爸面说过，我说爸，我说我以后嫁人，我怎么都不会嫁你这样的。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不知不觉中，我在谈恋爱也好，或者是干嘛也好，找到一些吸引我的人，就是会和我爸爸像。是的，所以说其实每个女孩都是这样，从小当中的那个白马王子样子，其实就是自己父亲的那个样子，像父亲那么般的爱你，并且像父亲那么般的有魅力，并且像父亲那么般的给你安全感。这个男人曾经你是想就是那样的男人的，因为他经过了你父亲的考核，你的父亲是认可他的，你相信你的父亲的。可是为什么父亲的认可我种种的这种期待，你却回报不了我？因此你阐述了至少4方面的问题。这4个问题，我想再问问母亲，您在说的时候，我真是听出了一些滋味，尤其是在评价或者说在希望女儿成为哪样的人时候，您用了4个形容词：温婉、可爱、快乐、和润。你听懂了吗？谢谢母亲，谢谢。我听懂了。其实这几个词儿的反义词，恰恰就是你现在表露出来的缺点，你存在的缺点。我知道。你一点也不温婉。对。你对他非常强势。对。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我很多时候觉得我更像他的妈一样。那是因为你对他期望太高了。他就是他，你母亲给你指出的这个3点就是你的问题。如果你要能成为那样的人，或者一步一步的做到每一点的话，你的婚姻就没有问题。男孩，2个细节看出你对他非常深厚的感情。第一，当他说起父亲那件事，你哭了。第二，你知道他穿着高跟鞋不舒服，其实你一直在关注他，对不对？一直在关注。你是一个本性很好的，你爱着他的，但是能力不足，那怎么办呢？这就需要爱。如果说你觉得努力去做，自己很坦然，能换回可爱的、温婉的这种回报，你是可以继续下去的。是。但如果你所有的努力这边都是一面墙，让你碰着疼，你会选择抗拒的。是墙还是说他？所以，明白吗，女孩？如果你能给他相应的回应，他一定会越来越强，好吗？就这样。来，涂老师。女孩子说的那一段话挺有意思。其实那段话其实点透了人性。有很多女生发誓要找一个跟自己的父亲截然不同的男人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但找着找着，你的潜意识发挥作用，那个男人越来越像自己的父亲。你怎么样去渴望新鲜的事物，你都逃不开自己从小成长大的那种人物关系。其实如果你父亲还在，你们没准还能支撑一阵子。
但如果你父亲不在了，你们支撑不下去。你是不是曾经一度特别想成为他父亲那样的人？对。特别想像那样的一个模范递进。对。但是你还太年轻，你还做不到。其实你们俩之间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到发生这些矛盾，很奇怪，跟一般人谈恋爱不一样。在最开始，父亲为了验证这个男人是否值得托付的时候，他越是用了3年的异地恋的方式，并且找了一份收入并不高，但是很磨练意志的工作，对吧？给他来做。这和所有爱情故事的开头不一样。后来，他的确证明了我是值得托付的。3年的异地恋和纠缠以及分离，他都能够迈过，但是唯独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俩之间的矛盾没有办法弥合，而是一次又一次是父亲从中斡旋，你们才能够走到一起。我相信父亲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对于他，对于你做了太多的工作。我们有的时候时常被一种情绪所蒙蔽，认为这个婚姻一定要坚持下去。但其实这种蒙蔽、这种情绪跟爱是无关的。比如说，我之所以要坚持下去，是我要证明自己，我要证明我是可以成为你父亲那样的男人，我要证明自己。第二，丈母娘和父亲对于你的关爱几乎是半个母亲和半个父亲，这对于你来说也是一个极其大的影响，你内心会有不舍。如果我离开他，我辜负了岳父岳母对我的爱，这也是一种辜负。还有第三就是征服，我要征服你。我不相信我的女人我不能征服，但所有的这一些，不管是征服你、证明自己，还是辜负岳父岳母，其实这都不是爱，这偏离了爱的正确轨道。你会发现我其实根本不爱你，我所做的所有的这一切，无非是第一，不要辜负两位老人家的愿望；第二，我要证明我能成为一个那样的男人；第三，我有能力征服你，但这不是爱。所以据我自己的判断，我认为为什么你们爱得这么煎熬，但是彼此又没有分离，其实不是因为爱在一起，一部分是因为父亲的良苦用心，一部分是因于他自己内心的不甘心，还有一部分是源于不想辜负两位老人的一片真心。但这不是爱，这只是情感。所以我的判断就是你们之间也许没有太多的爱情，有太多的因素掺杂进来，造成了这样一个复杂的故事，让人难以取舍。所以他会认为我爱的窒息。我甚至相信他跟他的前女友之间是没有瓜葛的。他刚才非常迟钝地说，我在那一刻我就想见他，单纯的见一面，我就想找一个我曾经了解或了解我的人，来问一问我的苦闷如何排解，我跟这个女人之间到底是怎样。我认为这个男生至少有一点我们是值得信任的，就是他心里有什么他就说什么，他还不是一个藏奸的人，这一点我相信他的品质。但是这么复杂的情感落在你们两个年轻人身上，尤其是在他身上，他还太年轻，他负担太大，又不想辜负，又想证明，又想征服，这所有的东西在你这儿交杂的话，你就难以承受。以前有一个父亲在这做咨询做参考教教你还行，现在这父亲走了，你更不得其法。所以我认为，虽然说此时你刚刚失去父亲，马上婚姻又没有了，貌似是雪上加霜，但其实我认为这恰恰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不折腾彼此。我认为如果你父亲知道你们现在这种状况的话，不应该是以同情的方式让你们暂时的弥合在一起，而是让你们自己尊重自己内心真正的快乐或不快乐，痛苦或不痛苦来做出抉择。甚至我可以想象，如果你们离了婚，你们会成为很好的哥们朋友，对不对？三位老师其实2票投离，1票投再试试。其实今天我们特别要感谢你们2位，
就是你们能把这么厚重的一份情感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甚至让我们的老师都共情了。今天我倒建议你们2位啊，我说一下好吗？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现场，分手、离开，只不过是一个电视仪式化的表达，不代表什么。我给你们的建议是，这么大的事情，不应该在这个现场做决定。你们不出来，不代表你们对关系有什么确认；你们出来也不代表什么。就是在门里那一瞬间的时候，我希望你们2个人是有点放下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就内心问一问，就说这个男人我能不能托付，这个女人我还想不想再要了，出不出来其实都不重要，我们不要这种形式和形态上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听到吕老师他说，请开门。你擦眼泪干嘛呀？你失败了是吗？挺好的，祝福你们吧，加油吧！新起点吧，新起点吧。来，有请小花童吧。啊。虽然跟你的婚礼已经办了，但是我一直当时说要跟你求婚，缺少一个真正跟你求婚的仪式，就在这里补给你吧。李珊，你嫁给我，好不好？确定日期，拉长幸福距离，来
亮灯吧。活得别那么纠结，柔弱一些吧。来，祝你们快乐，请飞。